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Money Dog Eric 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聊一家公司，名字叫 Applied Digital，股票代码 APLD。这家公司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没听过，但是如果我告诉你，它背后和 AI 算力、数据中心、HPC 高性能计算这些关键词强相关，那你是不是立马就提起兴趣了？对，就是这样。Applied Digital 现在在资本市场上挺火，它的股价在过去1年里经历了相当大的波动，分析师们的看法也分歧挺大的。那到底这家公司靠不靠谱？它的商业模式能不能支撑现在的估值？今天我会带你从多个维度来拆解，大概会有这几个环节：股价表现、公司概况、核心产品与营收结构、行业格局、优势与挑战、基本面分析、分析师评级与目标价和多空总结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从股价说起。大家总是先看股价嘛，毕竟这是投资者最直观的感受。我们就从最近一天、一个月，再到今年以来的走势，来看看市场对 APLD 的情绪和期待。先看这张一天的走势，APLD 在9月17日收盘价为19.46美元，全天上涨了0.57%，盘后略微收跌了1.23%，报19.22美元。大家注意到早盘的时候，股价其实有一个下探的，大概在开盘不久就跌到低点，但是很快拉升，午盘之前就冲到了当天的高点，之后震荡走稳。这种走势说明什么？说明盘中有抛压，但承接能力也很强。换句话说，有人在卖，但有人更愿意在拉低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市场对这家公司短期还是有信心的，股价能在日内维持在19美元以上，说明市场已经认可它的当前估值水平，不会轻易被打下来。再来看一个月的走势，这个图很有意思。大家看9月之前，股价其实在14美元左右徘徊，甚至一度跌到了13美元多。但从9月初开始，股价开始强劲拉升，短短2周就涨到了19.46美元，涨幅接近37%。这个走势背后就不是小资金在博弈了，而是有增量资金明显进场。为什么呢？一方面，公司公布了新一季财报，虽然表面上看还是亏损，但是收入保持了增长，尤其是数据中心托管的产能继续爬坡。另一方面，市场在炒作它的 HPC 项目，认为这是一个未来释放长期价值的增长点。所以股价这波拉升，更多是对未来的预期提前反应，而不是对现在业绩的直接反馈。最后看一下今年以来的走势，也就是 year to date， 从年初到现在 APLD 股价涨了超过152%，翻了1倍还多。大家想想，这在科技股里已经是非常惊人的涨幅了，尤其是在5月和8月，股价都经历了明显的拉升，背后对应的就是公司几个项目的进展，以及资本市场对 AI 概念的炒作。当然了，涨这么多也说明波动一定很大，很多时候它的股价是先被炒起来，再因为业绩兑现不够快而回调，但整体趋势是明显向上的。换句话说，市场已经把它当成 AI 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标的在看待，而不仅仅是过去的加密挖矿托管公司。所以从日线到月线，再到年初至今的 YTD， 我们可以看到3个层次的故事。短期来看，股价波动比较大，市场情绪摇摆不定；中期来看，它完成了一波漂亮的反弹修复；长期来看，它已经成为今年 AI 板块里最耀眼的明星之一。那么讲完股价，大家可能会问，为什么市场愿意给它这么高的涨幅？背后靠的是什么？这就要看它的业务路径、核心产品以及营收结构了。接下来我们一页一页来拆开讲。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家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，它的商业逻辑是不是能支撑这么剧烈的股价波动。这家公司其实以前叫 Applied Blockchain， 是在2022年11月才更名为 Applied Digital 的。名字的变化其实也反映了它业务的转型，从最初专注区块链挖矿，逐步转型到现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 AI 相关服务。公司总部在美国德州达拉斯。说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就会联想到德州的电力资源和土地优势，这对一家做数据中心和高性能计算的公司来说确实很重要。毕竟他们的业务非常依赖便宜又稳定的电力以及大规模的场地建设。APLD 所处的行业是数字基础设施，具体包括数据中心托管、高性能计算 HPC、云服务，还有 AI 相关的基础设施支持。简单来说，它不是一家做应用层 AI 的公司，而是做算力底座的企业，就像是建高速公路的，而不是跑在公路上的汽车。这里大家需要记住一个点，这种公司通常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资本支出特别高，
动辄就是上亿甚至是几十亿美金的投资，因为要建数据中心、买设备、铺设网络。第二，它的收入增长跟大客户的需求绑定很紧，比如 AI 公司、云服务商。第三，它往往是行业周期的缩影。AI 热，需求就猛增；AI 冷，可能增长就放缓。所以从整体来看，APLD 的定位就是基础设施型的算力提供商，而不是一个软件公司。这也意味着它的估值逻辑、财务表现都要结合行业周期和资本投入来看。接下来我们聊聊它的核心业务。Applied Digital 的业务大概可以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个是数据中心托管，这块业务就是帮助建设和运营专门的数据中心，提供电力、冷却、网络等基础设施支持。客户不需要自己搭机房，就可以直接把硬件托管在 APLD 的数据中心里。这有点像我们平时租办公室，公司自己不用买大楼，只要租空间就能用。第二个是云服务 GPU 级服务，这块就是针对专门 AI、机器学习、渲染这些高算力需求，客户可能不想花大钱建 GPU 集群，就可以通过云的方式按需调用。大家可以理解为像买水电一样，随用随开，不用自己建电厂。第三个是高性能计算托管，这跟第一个数据中心托管有点类似，但更聚焦在 AI 模型训练、推理这些极端算力场景。比如大规模的 AI 模型模拟，训练 GPT 类模型的时候，需要大量的电力和带宽， APLD 就是提供这种环境的。最后一块就是长期租赁，面向行业大客户，比如 Hyperscaler、AI 公司、云厂商。这个典型案例就是它和 CoreWeave 的合作。CoreWeave 是一家做 AI 云服务的新贵，跟 APLD 签了长期租约，租用其在北达科他州的数据中心，合同周期长达15年。这对 APLD 来说就是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来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财务情况。在2025财年， APLD 的年收入大约是 1.44 亿美元，比2024年增长了大约 6%， 主要收入来源还是数据中心托管。毛利率方面，成本大约是 1.01 亿美元，所以毛利大概在4200多万美元左右。这里要注意，它虽然有毛利，但整体还在亏损，原因是运营开支很高，包括建设新设施的折旧、设备投入、资本支出等等。换句话说，毛利还撑不住它的运营费用。在融资和投资方面 ，APLD 动作不少，比如它跟 Macquarie Asset Management 达成协议，要为 HPC 和数据中心项目投资高达50亿美元，其中第一阶段就在北达科他州，投入大约9亿美元。还有就是和 CoreWeave 的长期合作协议，长达15年，给它锁定了长期的租金收入。另外，它还推进一个叫做 Polaris Forge 2的园区，预计2025年9月开工，2026年部分投产，2027年全面达产。这些项目说明了2点：第一，公司在持续加大投入，赌未来的 AI 基础设施需求；第二，短期亏损压力不会小，但是长期如果 AI 热潮继续，回报潜力巨大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APLD 的业务路径。现在 APLD 的现金流主要来自托管，也就是 Jamestown 和 Allendale 2个园区，合计286兆瓦。HPC 业务还在建设中，所以2025财年的营收基本全靠托管，贡献了 1.44 亿美金，占比几乎100%。这就是现在的现实。但是公司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期，一边要花钱建 HPC， 一边要靠托管撑现金流。目标状态就是等 HPC 大规模并网后，收入结构切换到长期租约，毛利率也能提升。换句话说，现在还在烧钱加托管的阶段，但未来想变成稳定现金流加上高毛利的结构。那看完了业务路径，我们把公司手上的几个核心产品理一理。我们看到3个板块：已经运营的、在建的，还有已经停掉的。第一类就是已经运营的板块，这部分就是 Data Center Hosting， 主要是上电机位加运维。换句话说，公司提供硬件空间和电力支持，客户把机器放起来，公司帮忙维护。主要客户还是算力需求方，比如加密挖矿的客户。目前 Jamestown 106兆瓦和 Allendale 180兆瓦基本上是接近满负荷了。第二类就是在建的，这部分是最关键的转型方向，是 HPC Hosting。这里强调的是 AI、液冷、高功率密度，比如 Polaris Forge 1项目，计划100兆瓦，要在2025年下半年投入使用。另外还有和 CoreWeave 的签约，包含了15份租约，总容量250兆瓦，还有150兆瓦的扩展权。大家想一下，
这些都是未来能带来稳定收入的长期合同。第三类就是停运的，就是 Cloud Services， 也就是 GPU 云。这部分已经列为待售或者是停运业务，不再作为持续经营的一部分。财报里它会单独列出，不再算入主营收结构。这个调整说明公司明确聚焦 HPC， 不再跟大规模云厂商硬碰硬了。所以看下来，公司的战略其实非常清晰了，用托管维持现金流，用 HPC 建未来，把不赚钱的业务砍掉，这就是现在的核心产品组合。2025年财年的营收结构几乎全靠托管，1.44亿美金，接近占比100%。HPC 还没有贡献收入，反而带来大约1200万美金的亏损。这里有2个关键点，第一是客户集中度高，在2025财年，有4家客户贡献了100%的持续经营收入，其中1家客户的占比高达93%，这说明公司目前对少数大客户依赖特别强。一旦客户流失或者合同调整，业绩就会受到很大冲击。第二个是收入结构太单一，短期完全靠托管维持了。不过，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股价能够提前炒作，因为大家预期 HPC 一旦上线，公司营收结构会彻底变得不一样了，不再是一条腿走路，而是转向长期合同收入。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单季度的表现。2025财年的第4季度，公司收入大约是3800万美金，全部来自 Data Center Hosting， 同比增长了41%。这个增长其实挺亮眼的，主要原因就是产能上量，托管业务的机房在逐步满负荷，带动了业绩往上走。不过这里要特别提醒一下 Cloud 业务的影响。虽然2025财年 Cloud Services 在停运前还有8440万美金的收入，但是这部分已经被公司剔除，不再算作持续经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从表面上看，公司总营收可以说是1.44亿来自托管，占比大约63%，加上 Cloud 的8440万，占比37%。但实际上 Cloud 已经退出核心轨道，未来不再成为主营，所以大家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长期的增长来源。另外还有一些未来的催化因素，比如 HPC 项目的投产时间表、CoreWeave 合同的触发点，还有电力接入和资本开支的转换节奏，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公司未来几个季度的现金流和业绩表现。所以总的来看，第4季度的增长确实不错，但是核心还是靠托管业务。Cloud 虽然还贡献了收入，但是已经退出主战场。接下来，真正决定公司能不能实现长期估值提升的关键，就在于 HPC 什么时候开始贡献实打实的营收。一旦 HPC 上线，营收结构就会完全切换，公司也就从一家托管服务商转型成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玩家。这就是 APLD 的故事。现在靠托管养现金，未来压住 HPC，中间还得忍受高投入和阶段性的亏损。市场之所以愿意给它超过150%的股价涨幅，说白了就是提前下注它的未来。在前面我们已经看过了 APLD 自身的业务路径和财务情况，现在要回答一个更关键的问题，它所处的行业格局到底是怎样的？因为单看公司自己没有用，你必须把它放到整个生态里去比较，谁是客户，谁是竞争对手，供应链卡点在哪里，未来机会和风险又在哪儿？那我们就从供给侧开始，大概可以分成4类玩家。第一类就是超大云厂商 Hyperscalers， 像 AWS、Azure、Google 这些巨头，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建数据中心，很少外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更看重的是网络规模、生态绑定，而不仅仅是电力或者机房空间。所以对 APLD 来说，这些超大云不是直接客户，而是更像行业背景板，他们的扩张节奏会间接影响整个产业链。第二类是传统托管商和互联网数据中心，比如 Equinix、Digital Realty、QTS、CyrusOne 这些老牌厂商过去主要做标准机房，现在也在加速往高密度、液冷方向升级。但他们最大的限制在于电力和并网，很多项目排队等批文。可以说，他们正在努力跟上 AI 时代的需求。第三类是新兴的 AI 专科云，也叫 NeoCloud， 代表就是 CoreWeave、Lambda、Crusoe、Nebius 这些公司和英伟达深度绑定，专门围绕 GPU 做云服务。他们的典型特点就是会跟地方政府签长期租约，甚至和资本方一起共建园区。最后一类是资本方和电力基础设施投资者，比如 Macquarie， 他们本身不提供算力，而是通过资金输血来推动1000兆瓦级别的园区落地。APLD 自己就和 Macquarie 签了合作融资，
所以从供给端来看，行业格局是四条腿：巨头自建、传统厂商升级、新兴 AI 云崛起、资本加持。APLD 就夹在传统 IDC 和新兴 AI 云之间，它既要解决电力和交付问题，又要资本去放大规模。那需求端是什么情况呢？一句话，就是 AI 驱动下的 GPU 云爆发。第一点就是 AI 训练和推理需求，大模型越大，对算力需求就越夸张，所以高密度机房、冷液机房正在从可选项变成标配。全球范围内，电力和电网承载能力已经成了数据中心扩张的主要约束。第二点就是英伟达的平台化，你可以看到 GDX Cloud、Lepton 这些产品，本质上就是把 GPU 打包成服务卖。承担这些订单的正是 CoreWeave、Lambda、Nebius 这些 AI 云。英伟达不仅仅卖硬件，而是通过平台化定义了整个下游数据中心的建设节奏。第三点是冷却技术迭代，液冷渗透率越来越高，单机柜功率密度一路走高，谁能在液冷方面有优势，谁就更容易拿下 AI 客户。APLD 也在压住这一点，它的 HPC 项目就是基于高密度液冷来设计的。所以说，需求侧的逻辑很清晰 ，AI 推动了 GPU 云爆发，而 GPU 云又推动了液冷和电力需求。APLD 的机会就是把自己定位成承接 AI 需求的基础设施提供商。那行业里最关键的竞争点是什么？其实有三个。第一个是电力和并网，拿到稳定可扩展的中长期电力就是护城河。但问题是，并网审批往往要拖很久，这形成了行业的普遍痛点。第二个是供应链 ，GPU 是最稀缺的资源，但也别忘了液冷设备、变压器这些东西同样会出现短缺。供应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，都会影响项目交付。第三个是资本开支和融资成本，千兆瓦级的园区，动辄是几十亿美元的投资，但谁能拿到便宜的钱，谁就能快一步扩张。相反，融资成本高的公司，资产负债表沉重，就很难跟上节奏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个行业拼的不是简单的价格竞争，而是拼谁能快，也就是说，谁能快拿电，谁能快并网，谁能快交付，这就是竞争的核心焦点。说完了行业格局，我们来看看 APLD 自己处在什么位置。首先一点是签约与资金 ，APLD 跟 CoreWeave 签了2份15年长约，合计250兆瓦，总金额大约70亿美元。同时，他还拿到了 Macquarie 最高50亿美金融资支持。这意味着他在订单和资金两端都有抓手。其次是客户结构 ，APLD 更像是把园区容量打包长期租赁给 AI 云，而不是自己去运营 GPU 云。这种模式的优点是确定性高，风险是客户集中度高，尤其是 CoreWeave 和英伟达这种绑定，既是优势也是风险。再者是差异化焦点 ，APLD 的选址大多在低电价、冷凉气候的地区。加上液冷能力和快速并网 RFS 节奏，这是它跟传统托管商相比的胜负手。所以对标来看 ，APLD 其实更接近 CoreWeave、Lambda 这些 AI 专科云，而不是 AWS 这种巨头。它的竞争力在于低成本电力加快速交付。接下来我们用波特5例来拆一下。第一点是供应商议价力高，电力、GPU、关键设备全都掌握在别人手里，这是 APLD 的硬约束。它能做的就是通过长期锁定电力，通过标准化液冷设计降低成本。第二个是买方议价力中高，客户数量少，体量大，比如 CoreWeave， 长约能增加粘性，但是客户集中度带来风险。第三是潜在进入者威胁中等，门槛在于电力、资本和交付能力，谁能拿到资源，谁就能入局。第四是替代品威胁中等，最大替代就是超大云厂商自己建厂，但问题是他们未必能快。所以 APLD 还有生存空间。第五是现有竞争者激烈，不光是 REITs 传统托管商，还有 AI 专科云，全部都在抢电、抢液冷、抢资本。APLD 必须在速度和成本上更优，才能活下来。所以行业里大家都在抢两样东西：稳定的电力接入，还有液冷和高密度的建设能力。这就直接决定了 APLD 在什么位置能站稳脚跟。那从投资者的角度要关注什么？有几个关键的观察点。第一个是 RFS 节奏，每栋楼每个兆瓦什么时候并网，是不是按期触发合同，这是决定营收兑现的关键。第二个是扩容与新签，250兆瓦之外的扩展权有没有新进展，能不能再签更多大单。第三是资本结构，
Macquarie 后续资金能不能按时拨付，项目融资条款是否宽松。第四是生态绑定 ，CoreWeave 和英伟达的订单到底有多稳固，行业的 beta 值有没有传导到 APLD。最后一个观察点就是液冷与能效，液冷计价率有多少 ？PUE 也就是电能使用效率做的比行业平均高还是低？水耗是不是节电？这些指标说白了就是成本优势。所以综合来看，投资 APLD 看的不是1-2个季度的财报数字，而是未来几个季度这些关键的里程碑能不能按节奏落地。只要 RFS 节奏稳，扩容有新签，资金不断链，生态够稳固，能效做得好，那么公司的转型逻辑就成立，股价也有可能继续走强。好啦，我们基本把整个大环境和 APLD 的位置都串了一遍，你会发现它的故事很简单，它现在还在托管这个旧世界里，但未来要靠 HPC 项目切换到新世界，整个行业的格局既是机会也是挑战。对投资者来说，接下来就要看它能不能按时兑现这些关键的里程碑了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自身优势和挑战。投资者其实最关心的就是这家公司靠什么跑出来，又可能被什么卡脖子。我们先来聊一下它的优势。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长约锁定加现金流可见度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 APLD 跟大客户签的合同不是短期的，而是动辄10几年、100兆瓦的级别。这种长期合同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当项目一旦并网进入 RFS 之后，它的收入就会按照每月1000兆瓦美元的单位来计算。对公司来说，现金流看得见；对投资者来说，确定性更强，估值就更容易站得住。第二个优势是选址和电力成本。大家知道，数据中心最核心的成本就是电力。APLD 的园区多在美国北方，电价低，气候凉爽，自然冷却成本也低，再加上 PUE 指标比行业平均好，这就让它的单位经济性更有竞争力。简单说就是同样1度电， APLD 能给客户提供更高的算力。第三个优势是液冷和高密度的新建能力，这一点很关键。现在很多传统数据中心是从老机房改造过来的，有物理瓶颈，比如散热跟不上，机架承载有限。但是 APLD 从一开始就按液冷和高密度计算，算是为 AI 而生。这样未来支持更大规模的 AI 模型训练时，它的硬件条件天然就更匹配。这就是一个从0到1的设计红利。接着说第四个优势，交付速度和标准化。APLD 的园区是模块化的，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次性把一个巨型园区全部建好，而是一栋楼一栋楼推进，这样周期更短，可以更快交付客户。客户最怕的就是签了合同，结果要等很久才能上架，而 APLD 在这一点上相对快，透明度也更高。第五个优势就是资本协同。APLD 并不是单打独斗，它背后有像 Macquarie 这样的大资金支持方。大家知道，这种大型基建项目都是重资产，融资结构非常重要。APLD 能拿到资金方的支持，意味着它可以更快扩张，同时自己不用承担太高的资本压力。第六个优势就是聚焦房东模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不卷 GPU 云，不去和客户竞争，而是老老实实当一个电力加机房加冷却的房东。客户自己来放设备， APLD 提供场地和基础设施。这种模式让它的边界清晰，不会因为卷入上层应用而增加运营复杂性。对投资者来说，这种模式虽然看上去不炫酷，但胜在稳定。说完优势，我们再来看一看挑战。第一个挑战就是客户集中度太高了。APLD 目前的收入主要来自少数几家大客户，特别是 CoreWeave。如果这些客户推迟上架，或者是临时调整合同，那对 APLD 的现金流就是直接打击。未来必须增加2到3家头部 AI 客户，把风险摊薄。第二个挑战是资本支出巨大加先投后收。这种重资产模式需要前期大量投入，利息支出也高。如果 RFS 节奏稍微延缓，公司短期利润就会承压，股价也会对进度非常敏感。第三个挑战是电力和并网的不确定性。这个问题几乎所有数据中心都面临，输电、变压器、并网审批，任何一个环节延误都可能让项目没法按期计费。这个风险不在公司完全掌握之内了。第四个挑战就是供应链瓶颈，比如液冷组件、开关设备，甚至是 GPU 的交付节奏。GPU 要是交不出来，客户就没法上架，这对整个行业都是痛点， APLD 也不例外。接着看第五个挑战，
竞争和价格压力。这个赛道现在特别拥挤，传统数据中心 RAID、私有开发商还有超大云厂商都在加速布局，竞争激烈，回报率可能被压缩。APLD 必须靠速度、能效和长期合同来防守。第六个挑战是技术迭代太快了，冷液形态、机架功率密度都在不断升级，如果设计滞后，可能很快就落后于行业。这个风险要求它必须不断投入，保持技术先进性。第七个挑战是政策和 ESG 约束，比如水资源、噪音、税收优惠政策，这些外部因素随时可能变化，进而影响成本和进度。这些风险公司本身没有办法完全控制，只能通过提前合规评估和社区沟通来降低。最后再看三个挑战，第八个是非核心托管业务的风险。虽然公司定位是 AI 基础设施，但目前托管客户还是以加密算力为主，这类客户受电价和周期波动影响大。公司必须尽快让 AI HPC 收入占比提升，才能摆脱周期性风险。第九个挑战是融资与稀释风险。APLD 是重资产模式，项目多，投资大，未来还会持续融资。如果市场不好，可能需要增发股票，会给股东带来稀释压力。第10个挑战是口径复杂，市场容易误读，比如 Cloud 停运业务到底算不算持续经营？财报披露口径如果投资者看不懂，就可能被市场曲解，股价因此受影响。这点上，公司需要更清晰的对外沟通。所以综合来看 ，APLD 的优势是长约、低电价、液冷和资本协同，这些是它的护城河。而挑战则集中在客户结构、电力并网、供应链和融资。投资逻辑其实很清晰，只要它能踩准 RFE 节奏，扩大客户多样性，同时保守成本优势，那它就有机会在 AI 基础设施赛道上真正跑出来。那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就要更仔细看看它的基本面，也就是股权结构、资本结构、风险因子、股息政策、股价表现、盈利能力、成长性和估值。通过这些指标，我们才能判断它到底是一个讲故事的公司，还是有机会兑现成长逻辑的公司。我们先看股权结构，内部人持股比例在 19%， 这意味着管理层和核心团队还是有一定利益绑定的，不是完全甩手掌柜。更关键的是，机构持股占比接近 60%， 而在流通股里，机构比例更是高达 74%， 这就造成了一个仅流通的格局。市场上真正能交易的筹码比较有限，再加上目前 23% 的空头比例，也就是说大约1/4的流通股都被卖空了。一旦有利好消息出现，股价可能会被推得很快。这其实带来了一个双刃剑效应，好消息容易放大成上涨行情，但坏消息也可能让股价快速下挫。对投资人来说，这意味着 APLD 本质上是一只高波动性、高弹性的交易型股票，仓位管理比选股本身更重要。再来看资本结构 ，APLD 的市值大约是52亿美元，企业价值则更高，达到60亿，主要因为它背负了7亿美元的总负债。这些负债大多和 HPC 园区建设相关，用于电力、土地、机房等资本支出。那现金呢？账上只有4150万美元，这个数字其实挺薄弱的，基本上只能支撑短期的运营和部分租赁付款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市场如此关注它的 RFS 节奏，因为一旦园区顺利并网触发计费，公司就能快速形成现金流回笼，缓解融资压力。换句话说， APLD 是一个典型的高负债、低现金、重预期的公司。投资人看它不是看今天账上有多少，而是看它未来能不能把项目落地。说到这里，我们就要聊一聊风险。第一个风险就是做空比例。目前 APLD 的做空比例在 26%， 差不多1/4的流通股都被借出去做空了，这说明市场分歧很大。同时，有6312万股处于空头仓位里面。如果股价上行，确实可能触发挤空，但反过来说，也意味着市场上有很多投资人并不相信它的成长故事。回补天数大约是 1.8 天，流动性不算极端紧张，但它的贝塔系数高达 6.47， 意味着股价波动比大盘高出6倍多。这种股票典型的特点就是，行情好的时候涨得比谁都猛，但一旦回调，也会比别人跌得狠。所以对投资者来说，这是一只高风险加高回报的标的，不是那种稳健型的投资品种。接下来看股息，这一页其实非常直白。APLD 目前是0分红，未来12个月的股息收益率是空白的，每股分红为0，派息率也是0。
过去5年也没有持续分红的记录。这代表管理层选择了把所有的现金流和利润全部拿去做扩张、资本支出或者还债，而不是返还给股东。对成长型公司来说，这可以理解，但对偏好现金回报的投资人来说，这只股票完全不是分红逻辑，而是纯粹的资本增值逻辑。说到资本增值，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股价表现。过去3年 ，APLD 的涨幅是73%，6个月涨了176%，12个月涨幅接近218%，这已经是碾压行业中位数的水平了。比如同行业的公司，6个月平均涨幅可能只有14%，而 APLD 是它的10几倍。但如果对比它自己5年的历史均值，比如过去9个月平均涨幅高达1265%，那么现在的117%反而还算温和。所以这家公司从历史上就属于那种大起大落型，市场对它的波动已经习以为常了。所以 APLD 的股价既有跑赢行业的亮点，也有波动极端的风险，这也和前面提到的高贝塔系数形成了互相验证。接下来聊一下盈利能力，这一块就是 APLD 的硬伤。目前毛利率是29%，比行业平均的49%低了很多，说明它的成本压力非常大。EBIT 利润率负28%，净利润率更是负160%，属于严重亏损。ROE 在负51%，ROA 在负12%，整体说明公司现在还处于重资产投入期，没有产出正回报。评级上，它的盈利能力方面被评为 D， 所以这家公司目前确实是亏损状态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它的逻辑是先投入，等 HPC 园区并网和计费后再逐步转正。换句话说，它的盈利不是现在要看，而是要看2025年及之后。不过，盈利弱并不代表成长性差。过去1年，它的营收增长只有 5.5%， 略低于行业水平。但市场预测未来3年的收入复合增长率会达到 44.7%， 拿到了 A 级水平。这说明一旦 HPC 园区的产能释放，公司收入会有爆发式增长。当然了， EPS 和自由现金流目前还是负值，说明短期内利润和现金流还没办法兑现。但至少在收入端，未来几年的成长潜力已经被市场高度认可。所以说 Applied Digital 是一个收入驱动型的成长故事，盈利和现金流要等时间来验证。最后看估值，因为公司还在亏损阶段，所以 P/E 这些指标都没有办法算，市场只能用市净率和 EV 相关指标来参考。市净率在 8.7， 高于行业平均的 3.7， EV 销售额在 41.7， 比行业平均高10倍以上。EV/EBITDA 更是达到了104，也是远超行业。这代表市场给了它一个超高成长预期溢价。换句话说，现在的股价并不是靠现有利润支撑，而是完全基于投资人对它未来成长的信心。只要未来项目兑现，估值看似合理，但如果兑现不顺利，那风险就会被迅速放大。整体来看， APLD 的基本面就是一个典型的高风险高成长公司，股权结构紧流通，机构持股高，让它的股价弹性非常大。资本结构重负债低现金，让它必须依赖 RFS 节奏来兑现现金流。股息为零，意味着它只能靠股价来带来回报。股价表现极其亮眼，但背后是高贝塔的剧烈波动。盈利能力暂时很差，但成长性很强。估值高企，全靠市场预期驱动。那么，当我们把 APLD 放在整个行业横向比较的时候，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定位。我们先来看这一页，是关于 APLD 在行业里的基本定位。它的市值大约是52亿美元，企业价值60亿美元。放在表里，它大概处于中等水平，比 Couchbase 要大，但是比 GDS 这样的行业巨头还是差不少。但真正特别的地方在于员工数。APLD 全公司只有205人，而金山云有 1.3 万人， Couchbase 甚至有 4.6 万人。这种差距说明 APLD 的商业模式非常轻资产，它没有大规模的人员和运营成本，而是通过规模化的机房建设和合同租赁来运转。对投资者来说，这意味着公司在快速扩张时不会被人力成本拖累，但另一方面，它也更加依赖外部合作伙伴来完成落地。再看分析师覆盖， APLD 在 Seeking Alpha 上有6位分析师，华尔街有9位分析师覆盖，数量上远高于 KC、DOCN、VNET 等公司。这反映了一个信号，市场对它的关注度正在快速提升。虽然它的体量还不算大，
但已经进入了更多专业机构的视野。所以我们能初步得出一个判断 ：APLD 虽然规模中等，但依靠轻资产模式和 HPC 叙事，市场对它的兴趣远高于同体量的公司，这也为它的股价表现埋下了伏笔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股价表现。如果只是看过去1年的涨幅， APLD 的股价上涨了 231%， 算是非常靠前了，仅次于金山云的 634%。 相比之下， DigitalOcean 反而是负增长， GDS 涨了 130%， 世纪互联涨了 225%， Couchbase 是 72%。 从走势图能看得更清楚， APLD 的走势虽然震荡，但是整体是一条明显上升的曲线，而像 DOCN、Base 这样的公司基本处于横盘或下跌状态。这说明市场对 APLD 的预期交易很活跃，资金愿意提前压住它的 HPC 故事。不过要提醒一点，这种大涨背后并不是公司基本面已经兑现，而更多的是基于未来的想象空间，所以股价的波动性也会更大。一旦 HPC 交付节奏延迟，市场的反应可能会非常剧烈。所以总结来看， APLD 已经用股价表现证明了它的市场热度，资金愿意提前下注，但同时它的股价也更像是一只预期股，需要投资者对未来非常有信心。接下来看负债水平， APLD 的总负债大约7亿美元，净负债 6.6 亿美元，负债率约 111%， 属于中等偏高。相比之下，世纪互联负债率高达 325%， GDS 也接近 187%， 而 Base 只有 6%， 甚至还是净现金。这反映出2个问题：第一，整个行业都是重资产模式，需要依靠大量融资来扩张；第二， APLD 虽然债务不算高，但它的现金储备有限，融资节奏对它来说极为关键，尤其是 HPC 项目如果延期，现金流可能会被放大成风险点。总结就是 APLD 的负债水平还算可控，但它的规模小，融资依赖性强，如果未来资金链紧张，可能会更容易受到市场环境的冲击。再来看营收增长， APLD 的 YoY 增速只有 5.5%， 短期表现一般，但前瞻增长率高达 44%， 3年复合增长率更是惊人的 156%。 这说明市场一致预期它未来会爆发，尤其是 HPC 业务全面上线后。对比其他公司， DOCN 和 Base 的 CAGR 在 15%到 25% 区间，算是稳健成长。 KC 的短期增速还算不错，但长期复合增速是负数，说明它的增长并不可持续。这组数据背后的逻辑很清晰，市场愿意给 APLD 高溢价，不是因为它现在增长快，而是因为大家都在等 HPC 投产带来的指数级扩张。它的短期数字平平，但长期潜力极大。再看盈利能力， APLD 的净利率是负 160%， 也就是说每1美元收入都要亏 1.6 美元，这在表里是最差的，远比 KC 的负 24% 或者是 Base 的负 34% 更严重。相比之下， DigitalOcean 是正 15%， GDS 也是正的 34%， 已经能稳定盈利。这意味着 APLD 的股价上涨完全不是因为它赚钱了，而是因为市场认为它未来能赚钱。它现在的商业模式仍然严重依赖资本开支，营收规模没起来之前，亏损就是常态。所以 APLD 在盈利能力上是行业里最弱的，但市场选择无视这一点，提前买入它的未来成长逻辑。最后我们看盈利能力拆解， APLD 的毛利率大约 30%， 并不低，但 EBIT 利润率是负 28%， 净利率更是负 160%。 换句话说，它的毛利能覆盖直接成本，但被巨大的折旧、财务费用和建设成本完全吃掉了。对比 DOCN 4项指标都为正，毛利率 60%， 净利率 15%， 堪称行业里的优等生。GDS 也是毛利率不算高，但 EBITDA 和净利率表现强劲，说明它的运营效率更成熟。所以结论很简单， APLD 的毛利率不差，说明行业模式有潜力，但因为规模效应还没释放，加上重资产投入，最终导致盈利被严重拖累。这也是为什么投资人说它是未来的 HPC 基础设施股，但不是现在的赚钱公司。接下来我们看看分析师的观点。根据不同平台的数据， APLD 的评级基本是一边倒的买入。TipRanks 统计了9位分析师，其中8位给出强烈买入，只有1位是买入，没有人选择持有或者是卖出。MarketBeat 收录了13位分析师，结果更夸张
，12位都是买入，只有1位给出了强烈买入。换句话说，整体态度非常一致。Public.com 的投资者社区投票显示，大约70%倾向于强烈买入，30%是普通买入，持有和卖出几乎为零。这个结果说明，在华尔街和投资者的眼里， Applied Digital 目前就是一个高共识的成长股，几乎没有人唱空。对投资者来说，这种一致性既是信心的来源，但也意味着如果未来公司兑现不及预期，可能会带来比较剧烈的调整。那分析师们到底觉得 APLD 的股价能涨到多少呢？从目标价来看，最乐观的一方给出了$30的高点，最谨慎的分析师则认为可能会回落到$13。大多数分析师的预期在中间，平均目标价是$21.11，而目前市场价格在$19.46附近。简单的说，就是市场价格已经接近平均目标，但是没有完全透支乐观预期。换句话说，还有一点上行空间。往好的方向看，如果 HPC 项目按节奏落地，公司兑现增长，股价有可能冲击$30。但如果兑现慢了，甚至有失误，那就可能回探$13的下限。所以整体是一个中枢在21，美股风头就是两头走的博弈状态。那么下面我们进行到多空总结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多头的逻辑，也就是市场上为什么有人会看多 APLD。第一点是高潜力增长。过去几个季度 APLD 的营收一直保持高速增长，未来的预测也很乐观，比如 YoY 预计增长44%以上。这背后的动力主要就是 AI、大数据中心和算力需求的爆发。随着客户群体越来越大，它的增长故事还没有讲完。第二点是行业红利， AI 算力托管服务是一个长期趋势，不会1年2年就消失，而且美国政府层面也在支持本土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。APLD 在地缘和合规上具备一定优势，这对它来说是一个加分项。第三点是估值空间，虽然我们刚刚说它现在的估值很高，但乐观的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最高能到$30，比现在的股价还有比较可观的上行空间。而且像 TipRanks、Public.com 这些平台，大部分评级都是买入或者强烈买入，说明市场整体看法还是偏正面的。第四点是市场故事驱动，除了基本面 ，APLD 还有一个优势，就是它的故事性很强。比如，它和大型 AI 云计算企业的合作，或者潜在的合作预期，都能成为股价的炒作点。一旦有消息放出来，就很容易吸引资金关注，短期内可能带来交易机会。所以从多头的角度来看 ，APLD 的逻辑就是高速增长加行业顺风加估值空间加故事驱动，这些加在一起，足够让资金在短期和长期都找到理由去买入它。刚刚我们讲了多头的理由，现在我们看一下空头的观点。第一点，盈利能力不足。APLD 现在的净利润是负160%，也就是说，它每挣1块钱的营收，其实还要亏掉1.6块钱。再加上 EBIT 利润率负28%左右，说明它的核心业务还没有办法自给自足，更别说创造稳定利润了。第二点，负债压力比较大。公司总债务已经超过了7亿美元，负债率在110%以上，这代表财务杠杆偏高，现金储备又不算充裕，流动比率只有0.77，短期债偿的能力其实挺弱的。第三点，估值风险。现在 APLD 的估值水平非常高， EV over Sales 在41倍， EV over EBITDA 更是超过100倍，远远高于行业的中位数。而且部分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，比如 MarketBeat 说是$15.64， Stock Analysis 给出的是$14.25，都低于现在的股价。这说明从保守的角度看，现在的价格可能已经透支了预期。第四点是竞争激烈，而且不确定性大。行业里除了 APLD， 还有 CoreWeave、Nebius， 甚至传统的云服务巨头 AWS、Azure， 这些玩家资金雄厚，资源充足。APLD 能不能杀出重围是一个大问号。再加上公司现在还是亏损状态，未来到底能不能兑现盈利承诺，也要打一个问号。所以站在空头的角度，核心观点就是盈利弱、负债重、估值高、竞争强。这4点叠加在一起，确实让很多投资人保持谨慎态度。那么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多空逻辑。多头认为 APLD 代表的是一个新兴的算力基础设施概念股，绑定了 AI 这条大趋势，成长性非常高，话题热度也在，长期潜力很大。
所以很多分析师会直接给出买入甚至强烈买入的评级。那空头的担忧呢，就是盈利能力太弱，负债压力太大，估值太高，短期财务面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么高的市值，一旦增速不及预期，股价就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波动。那么总体来看，APLD 更像是一只高成长加高风险的题材驱动股，适合那些风险偏好高、更看重长期 AI 和算力趋势的投资者。但如果你更在乎财务稳健性和盈利能力，那就得保持谨慎。换句话说，它是个赌未来的公司，赌赢了回报可能很大，赌输了代价也可能很惨。好了，今天关于 APLD 的分享就到这里。你是更认同多头的高速成长故事，还是更担心空头说的盈利和负债压力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一起聊聊。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，还有最重要的订阅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后续更多的深度分析了。这里是 Money Doc Eric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